追觅这个大瓜，大家应该都吃了吧？很多人说啊，这就是老板太狂了，发疯式的营销，把自己都做死了。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一层，那就小看了这件事。真正让资本圈和各地政府紧张的，根本不是俞浩说了什么，而是他一手搭建的那套国资杠杆扩张模式，现在正在被全面的复盘和排查。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的底层逻辑说透。一个做扫地机的公司，怎么短短几年就变成了横跨上百个赛道、手握几百亿资金的超级玩家了？又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突然又出事了呢？很多人对追觅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靠高速马达技术起家的清华学霸团队。没错，追觅的技术确实很厉害，在清洁家电领域打得科沃斯和石头科技节节败退。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扫地机公司哪来的钱同时造车、做人形机器人、搞芯片、做电膜，甚至连房车、3D 打印、电子烟都要插一脚？答案就在于一个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的名字里——天空工厂。这才是追觅真正的核心，也是俞浩最得意的发明。简单说，这是一道地方政府出钱，追觅负责操盘的政企合作的模式。具体怎么玩呢？我给你拆解一下啊。首先，追觅去找地方政府谈判，说我有技术、有团队、有产业链，我来帮你产业落地，给你带来就业和税收。地方政府一听，正好有招商引资的任务，还有产业引导基金必须要花出去的钱，一拍即合，然后双方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产业基金，地方政府作为 LP， 也就是有限合伙人出大头，一般占了80%，有的甚至能占到90%。追觅作为 GP， 也就是普通合伙人，只出小头20%，甚至更少。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虽然追觅只出了20%的钱，但他拥有这个基金100%的投资决策权和运营权。接下来就是这套模式最精妙的地方，基金拿到钱之后，几乎全部投向追觅生态内部孵化的新项目和新事业部。政府要什么热门产业，追觅就成立什么事业部。你要新能源汽车，我就成立星空计划汽车公司。你要人形机器人，我就拆出一个机器人事业部。你要芯片，我马上搞一个芯片公司。这些项目快速的在当地注册落地，政府那边立刻就有了招商政绩、产业落地数据，还有 GDP 增长，账面上非常好看。而追觅使用自己20%的资金，撬动了4倍甚至5倍的国资杠杆。据证券时报援引权威数据显示，目前天空工厂管理的基金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52亿，旗下有29只基金，和全国10多个地市都有合作。靠这套玩法，追觅呢，短短的2年里孵化了900多个关联企业，业务横跨上百个赛道。俞浩甚至放话，要在几年内让旗下多个业务批量 IPO。为了让地方政府更放心，这套模式还加了一个兜底条款，如果项目亏损了，优先用追觅的资金来抵扣，国资享受风险保护。表面上来看，这简直是一套完美的双赢模式。政府拿到政绩，企业拿到低成本的资金，甚至一度被很多地方当成招商引资的样板来争相复制。但只要你稍微的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面藏着巨大的隐患。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小资金控大杠杆，左手投右手这个规则的本身。首先，权责完全不对等，基金80%的钱来自国资，风险最终还是由地方财政兜底。但投资什么项目，怎么运营，什么时候退出，全都是追觅的一个人说了算。地方政府作为最大的出资人，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其次，资金几乎只在追觅的生态圈里面循环，说白了就是用公共的财政钱来补贴企业自己的私人扩张版图。业内很多人批评，这就是左手倒右手的关联交易，最后也是最致命的。急速粗放的扩张必然导致管理彻底的失控。你想一想，一家公司同时管理几百个项目，上百个赛道，每个赛道都要快速招人、快速落地、快速出成绩。这种情况下，内控系统根本就不可能跟得上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从洗地机事业部到吸尘器事业部，从供应链采购到内部管理，到处都是漏洞。有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资产，有人收受供应商的购物卡和财物。这不是个别员工的道德问题，这是高速狂奔必然会付出的代价。现在所有人看清了这套模式的本质，地方政府拿到了好看的产业数据和招商政绩，企业拿到了低成本的100亿杠杆资金，各方看似皆大欢喜。但唯独没有人去探究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些仓促上马、遍地开花的新业务，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市场竞争力呢？能不能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盈利活下去呢？这让我想起10几年前全国各地一哄而上建4A、5A 的景区的热潮，当时也是政绩亮眼，承包商赚钱，GDP 数据好看，
但最后很多景区建起来以后根本没游客去，变成了一座座空城，留下一堆堆烂摊子和巨额的地方债务。追觅的故事其实是同一个道理，产业发展不是数字游戏，也不是资本魔术，真正有价值的企业是靠一个一个的好产品，一个一个的满意的用户堆起来的，靠时间积累的，而不是靠杠杆和 PPT 吹牛吹起来的。当然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它在清洁家电领域的技术实力有目共睹，也确实推动了整个行业的进步。但这次的教训告诉我们，任何脱离了真实市场需求的扩张，任何建立在杠杆之上的繁荣，最终都将付出代价。我是鲁克，欢迎关注碧海，我们一起来看通天下财经。